我们在一起8年多了，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成熟稳重的男生，可后来发现这一切都是假象。我觉得他对我的看法存在比较大的主观性，很多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而且我也非常爱他。他口口声声说爱我，背地里却在交友软件给异性点赞，手机里还存着和异性的亲密照片，我觉得他就是在欺骗我，这让我真的很失望。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刘，28岁，来自广东旅游管理；女嘉宾小丁，25岁，来自浙江，研究生在读。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怎么认识的呀，两位？我跟他是朋友介绍认识的，觉得都有好感，然后相互加了微信，就这样认识了。这次来主要是因为觉得男朋友给不了你安全感。对吧？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对，说点具体的事儿好不好？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感觉还蛮好的。他对我也很细心、很照顾。但是从确定关系2个月左右开始，我发现就是他的手机里会有各种去认识异性的交友软件。然后这个就让我很不满意。我就觉得既然已经谈恋爱了，就不用再去认识其他的异性。这个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当时就是说我不是兼职做这个工作，招聘主播嘛，必须得在软件上加这些人，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可能工作只是占50%的原因，还有50%的原因就是想认识其他的一些异性。我有看过你的聊天记录，如果只是工作的话，可能会说我是什么什么平台的，我想你加入我们的团队，这样就很简单，就是工作的性质。但是你一上来跟他们说的是小姐姐你长得好漂亮啊，可以跟你加个微信吗？可以认识你吗？可以约你吃饭吗？就是这种类似的。当然就是说上面教我们的是就是说先跟他交个朋友，然后再说工作的内容。那如果一上来就说工作的内容，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但是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去认识更多的异性，而不是通过这些交友软件。这个不是刚认识2个月就确定关系2个月吗？那距今已经多久了呀？也有4、5个月了。这事儿现在还做吗？他非常的介意，那如果做下去，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就没有做了。你看这不就因为他不理解。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点赞喜欢的页面90%都是点赞一些漂亮的女生啊。这也没什么呀，他就是喜欢嘛，我觉得挺正常的。但是我很介意这个，因为你每天都跟我在一起，没有关注我，而是去点赞一些喜欢一些其他的异性。他都关注什么样的这个美女啊？什么样的小姐姐啊？就是身材很好的，长得很漂亮的那种小姐姐，跳舞很好看的。那我是以欣赏的角度去给他们点个赞，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也没什么。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有在里面在私信聊什么的吧？这个我倒是没发现。对，我没有私信聊什么，我觉得主持人说这句话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这些都是网络上虚拟的。同样，我也在他手机里发现了一张照片，是我们在处于暧昧阶段、即将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他跟其他女生的合照。也可以在屏幕上看一下，就是我也有给工作人员。你研究生读的是什么呀？法律是吗？你以为我是侦探是吗？不，我觉得你像学法律的，你知道吧？全是证据。来，我们看一下。对，就是这张照片就完全可以看出跟这个女生非常亲密。然后我就很介意，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处于暧昧阶段，马上就要确定关系的时候，这就说明他可能是在广撒网，然后看谁能够。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们当时还没有确立关系，我是不是可以跟其他女生进行一个交友的方式呢？那我跟她只是普通的好朋友。普通的好朋友照这种照片，你不觉得太亲密了吗？我也有普通的异性朋友，但是不会照这种照片。我们只是普通好朋友，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而且你非常的主观臆断，每次都说我的问题，难道你自己没有问题吗？我有什么？我跟你确立关系之后，你还跟你前男友进行联系，什么意思嘛？还在大半夜给他点赞，有时候还聊天，当着我的面。那有前男友的微信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就是朋友圈互动一下也没什么的吧？你还跟前男友
有藕断丝连的关系，这样我怎么想？不是藕断丝连，前男友只是我微信列表里其中一个好友而已。那你可以清除他跟他还有任何关系吗？那你也同样没有清除刚刚我翻照片那张女生的微信。我跟他没有确立关系啊，我们只是好朋友，我已经说了呀。那我的前男友现在在我心中也只是朋友关系。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复合。好了，这有啥？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关键是他在平常跟我一起交往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过很多问题。比如说就是我们刚在一起1-2个月，他从来都不会迟到，但是从第3个月开始，以各种理由迟到。如果你不想来的话，你可以提前跟我说，干嘛要搞这一出？这个你知道的，我刚开始跟你认识的时候，我那份工作是比较自由的，但后面我们确立关系之后，我又换了一份工作。那一次约会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了7点嘛，6点多快下班了，突然领导又给我说要加班，大概10几20分钟就能搞定。所以我就没有跟你说，我觉得能及时赶过去嘛。首先这件事情，你领导叫你回去，你完全可以在他叫你回去的时候给我发一个微信，让我晚一点出门，而不是至于让我在那里等你30分钟到40分钟。其次就是你不止1次迟到，如果我们见面有10次的话，你可能7、8次都在迟到。有时候确实是有些堵车嘛，没办法。但是等人真的是一件让人很烦躁的事情。除了等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另外就是他很爱抽烟嘛，然后抽烟量很大，可能一天要抽1包烟。我在他面前也提过，我说你慢慢的把这个烟戒掉，或者说少抽一点。他也答应我了，但是这已经快半年了，你根本就没有付出任何行动。你要知道，烟对一个男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戒掉的，而且我很尊重你对我说的建议，我没有在你面前吸过烟吧，我都到外面吸烟，吸完之后才进来。你要我一下子戒烟，怎么可能呢？我已经习惯了。可是你可以慢慢的把它戒掉，而且你有想过，每一次我们见面可能3、4个小时的时间，你断断续续的出去进来，有1个小时的时间都在外面抽烟，你觉得这合适吗？这是因为我尊重你啊，所以我没在你面前抽烟。我跟你说了，不要强词夺理了。吸烟有害健康，年轻人不要吸烟，这个就不要争辩了啊。这个我知道，努力，从减量开始啊。还有就是因为他有3个姐姐，然后他是他家最小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应该就是他父母就是宠着把他长大的，然后惯着他。每个月他就是那种月光族，然后不会给自己存一点钱，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然后这个问题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你也没有付出行动。我觉得要存钱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难免会碰到其他情况，比如说朋友生日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嘛。你要理解，你要站在我的角度去想。对，你把钱花在你那些朋友身上，你觉得合适吗？我哪些朋友？就是你那些狐朋狗友。我那些朋友怎么了？有惹到你了还是怎么样了？他有一群朋友，就是每一个都让我很看不惯。不，那你怎么看上他的呢？不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所以就是说，我在后来认识他那些朋友之后，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不是，他那些朋友怎么招你了？首先有一个朋友就是经常叫他出去喝酒，最危险的一次情况是他喝醉倒，然后搭出租车去了一个景区，睡在马路边上。哟，这个太危险了。这个我也得说一下。我朋友为什么会经常有酒局，是因为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应酬这些东西的，有时候会叫上好朋友跟他一起。所以他有把你当朋友吗？你只是陪他喝酒的一个工具。你就这样想，他不是这样想，我们都不是这样想。我认识他的时间比你认识他时间长，好不好？那你的意思是你们的感情比我们的感情要深？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没这意思，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他比你更了解他一些。我就提醒一句啊。是不是好朋友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一点，如果说好朋友叫出来一起喝酒，有一个人喝多了没人管，这个人露宿马路了，那天喝酒的那群人我们要重新审视。所以我就说他这些朋友根本就没把他当做朋友。没有，那天不是这样的，就是我确实喝多了，然后我朋友执意要送我，我说我自己能回家，确实一下上车之后就直接晕醉了。本来是清醒的，上车以后醉倒了。对，而且自从有这喝酒的事情之后，我每次去哪里他都给他发定位，我就觉得非常的压抑。你是在时时跟踪我吗？对，首先这个事情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他经常会喝酒喝多，然后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如果我知道你的位置，我可以去找你，而不至于发生一些让人想不到那种可怕的事情。第2个就是他之前有过玩那个社交软件的先例，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消失的那段时间就是去
跟其他女生见面或者是怎么样。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这样就像妈妈一样管着我，我就觉得很没有意思。这哪里是恋爱啊？我跟他说分手，然后他又不同意。我当然不同意。虽然说他身上有很多缺点，我受不了，但是他有优点，我就是很爱他，很喜欢他。哎，你有想过娶她吗？我当然有想过，所以当时他去深圳的时候，我爸妈刚好也在那个城市，然后我就想叫我姐跟他一起吃个饭，让我爸妈跟他见一面聊聊天。可是他又怎么想我的，我真的是觉得很难为情。就是主持人那种情况特别尴尬。我到了深圳那边，是我去见我一个朋友，然后我落地，他突然跟我说他姐姐要跟我吃饭。我一想姐姐同龄人也就答应了，但是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他姐姐不在，反而是他爸妈在那里。我就感觉好像是他骗着我过去见他爸妈，就那种感觉，或者说是他爸妈他一家人想要考察我，但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考察我。我没有考察你的意思，当时情况确实就是我姐姐突然有事情，而且然后出去了。如果是你带着我去见你爸妈，这个我都可以接受。反而那天你不在，我一个人去见你爸妈，你觉得这个合适吗？我当时不在工作嘛，也请不了假嘛，而且他们刚好在，就想让你们见个面聊聊天，就很简单。那你完全可以就是提前告诉我，我说不定会答应。如果我不爱你，不喜欢你，我叫我家里人去见你干嘛呢？我费这个心干嘛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你干嘛呀，就是让我一个人去见你爸妈。我觉得有点确实不妥，见父母啊，第一次，好歹你也在边上嘛，对吧？这个我承认是有点不妥，但绝对没有你想的那样说什么考察你啊，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有。男生是想用这个事实来告诉我们，他对女生是真的爱，而且他是愿意跟女生有一个未来规划，对的，是这意思吧？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他不理解啊，女生的意思是说你套路我，对吧？对，你们家在考察我，是吧？所以你没这个规划，对吧？因为我还在上学嘛，大概还有2年才会毕业，毕业之后还要找工作。我对于未来的规划是至少3到4年之后才会想要自己有没有一个家庭这件事情。现在是不可能，但是他父母年纪可能稍微大一些，然后就希望他早一点找一个女朋友，而且他年纪也比我大几岁。就现在继续谈的话，到了3年之后再分手，对于你也是一种耽误。为什么就3年以后就分手了呢？啥意思呢？我就是假设如果出现什么矛盾，不是你就不能假设说我明年就嫁给他了呢？明年不可能，我是希望我的学业先完成，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再考虑家庭。他是觉得可能到时候我们会异地嘛，他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愿意等你的，男人30岁结婚也不是很晚啊。你现在在哪儿读书啊？在国外读书，就是疫情的关系回来了，上网课这样子。但是如果疫情好的话，随时都要走，跟他就是处于一种异国的状态。然后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异国，到最后都是分手了。我没有看到过哪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特别完美。那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异国异地的，而且相恋几年也有结婚的呀。你为什么只看到坏的一面呢？听懂了，女生现在是不是已经决绝，已经有主意了？就是要分的。我也在考虑，我也很纠结，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行了，来听你们的，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听了2位的这个经历啊，那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啊，我们心里很清楚。首先我们来看这位女士，你内心里面已经确定了你们是要分手的，你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在为分手找到说服自己的一些理由。你很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没有一个女生可以笑着从对方的手机里面走出来的，对，没有一个。你之所以为了要走进他的手机里面去看这个软件看那个软件，其实你是在想通过里面的内容来说服自己跟他分手。所以我不是特别看好你们这对儿，因为有一方已经很决绝的在收集证据，我要跟你分手了。那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位男士，我们能看出你对女朋友的爱，你为了她换工作，你为了她发定位，虽然你内心很厌恶，但你还是发了，这代表她确实是爱你的。我见过比你更过分的对方的要求，你这是发定位。我认识一个人，他妻子天天看他的这个微信运动的步数，如果他正常在公司上班，也就是1天2000步。
如果今天走了4000步，多出来那2000步是要汇报的，你到底那2000步走哪儿去了？你肯定离开公司这个范围了，对吧？他每天如果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的微信，因为他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步，回去发现超了2000步，回去晚上他会主动汇报的。当然他也很幸福，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他会觉得说，我爱我的妻子，我愿意接受监督，我要给他安全感啊，这个人就是我啊，我很幸福啊，不难受的。慢慢的你会把这种监督化作一种幸福感，因为这是你对女方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好吧？哎呀，你看我们老师多不容易，为了真的帮到你们，把自己这点事儿都讲给你们听了。于老师，对你们俩的关系，我是很悲观的。我的悲观是源于女方的悲观，在你悲观背后是埋藏着一个很大的恐惧。你是渴望感情的，其实你比你男朋友还渴望感情，只是你害怕，他变心，你害怕你们在一块儿会出现各种问题，以至于当你再一次回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上学的时候，你无法掌控他所有的轨迹，所以是因为你的恐惧而导致你在放弃。你的这份恐惧如果不做改变的话，其实你跟谁谈恋爱都一样。当然我也希望今天的提醒看看能不能尝试让你们去做一些改变，至少尽力。而男方虽然对女方在呵护层面上好像也有很细致很温暖的地方，但是实际上你的点和他的点没有完全对上，不同频。比如说像见父母的那个事情的安排上，你完全没有照顾到他的感受，只是认为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家好，但是你丝毫没有考虑到女朋友的感受，这是为什么让他觉得没有安全感和恐惧的原因。因为你的关心没有关心到他的情感层面上，你给到的温暖在他看来远远不够，所以问题也摆在面前，你如果不做改变的话，肯定是最后要分开的。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能量，有没有这样的细心，多站在他的角度考虑，多呵护他的情感，给他内心的这种安全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再提醒女方，你觉得她应该自律，对不对？她没做到。对。现在呢，都得你管着才可以。你把自律的事儿变成了他律，永远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最后怎么样？你很累，你操碎了一地的心，什么吸烟啦、喝酒啦，什么各种的暧昧的可能性啦，你操了再多的心，你发现你多努力，它就有多荒废。因为自律的开关放在你身上了，他就没有了。离了你，他就成了一个孩子。所以不要当妈，该是他做的事儿就让他去做。在很短的恋爱当中，耐心的去观察，提醒他，你如果这样，我就怎么样，但是你不要去为他负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每个你要交往的人都一样，不管对未来的孩子和其他的朋友，你都不要去干涉别人该自律的部分。所以两个人再努力一下，实在不行就趁早放手，因为你们目前来看真的是不太够看好，好吧？谢谢啊，两位男性老师都很悲观呀。品红老师，那我就更悲观了。我觉得女生可能经过这4个月的相处，从最初认识这个男生有一点点好感，到现在4个月过去，我认为你对他已经好感荡然无存。在我听起来，你说他所谓什么我们见面4个小时，出去抽烟就要1个小时，去喝酒啊，这个什么交友网站这个聊天啊，这些东西都是你找到的借口。你现在对他桩桩件件都看不上，戒烟也是有难度的，你也知道的，但你都不看这些了，你只看到的是他所有的缺点。你其实也想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我并不是对这份感情不负责任和你分手，是对不起你身上太多缺点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责任是你不是我。其实这个是我不太喜欢的状态，我倒宁可你一个挺优秀的女孩，对自己未来也有规划，你不用找借口说异国恋都会失败，所以我们就分手吧，不用，就告诉他相处4个月，对你这个人的好感我已经慢慢没有了，我们可以做到朋友，或者我们就此别过。
这个是我欣赏的。坦诚的面对自己，面对对方，才是对这段感情、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男生，我想说的是，你确实和他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这也不怪他越来越不喜欢你。比如说见父母这件事儿，这么大一件事情，你怎么能提前不跟他说呢？你认为这是对女生的一种尊重吗？换成哪个女孩都会吓跑的，更何况他本来就没有那么喜欢你。所以你对这个女生的认知其实一点都不清晰，你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你也不知道她能够在你身上找到的那种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而且你根本给不了她安全感。所以你们两个真的不适合，就各自找适合自己的另一半，你们才能真的感受到爱情中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谢谢杨老师。我是看到了一个真相啊，面上好像是女生说我可不能结婚啊，我得完成我的学业，对吧？我可不能见你的父母，远远还不到这个时候。男方说想结婚，你是想结婚，但是可以等他，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迫不及待的让他去见了自己的父母，让他心定，这是表象。实际我觉得你们俩是相反的，你是特别想很早的找到一个让你心里安定的那个人，所以你做所有的动作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像是一个妻子才能做出的那样的事情。哎呀，觉得这老公的这么不争气，这么不给我安全感，你的朋友我看不惯，你要改啊！你花钱大手大脚，你有抽烟的不好的习惯，甚至于我一定要让你发定位，你像一个操心的妻子，而他呢，恰恰在玩，他根本没有想好要跟一个人长久的稳定的开始。因为就在你们开始之前，你还跟另外一个女孩你觉得无所谓的那种亲密感，对不对？见父母是何等的重要的事情，你居然不出席，你让他去面试吗？太不尊重了吧？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男主角不参加那算什么？对不对？所以你对这份所谓对他要结婚的这种规划是虚无缥缈的，你的实际行动并没有说明你的心定了。如果你们俩真的想开始，首先放轻松，你可以随时可以去上你的学。如果你认为这个人值得用心去与他相处的话，那就给他自由，给他空间，就可以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不需要去管他，你也管不住，你能管的只有自己。而你呢，真正的如果喜欢这个女人的话，你就让她安心，用你的真心让她放心，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啊，谢谢四位老师。明白。在我的眼里，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真相。我看到的真相是，两颗孤独而寂寞的心，就在一个很轻松的场所里相遇了。他们就想试一试。通过了4个多月，有人是真的动情了，有人是从激情褪去之后，真的就没有情了。这是我看到的真相。结论部分你们自己去选择。在情感这件事上面，遵从自己的内心，别强求，好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虽然4位老师说的结果都挺让人伤心的，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想错过你。我觉得我还可以改正很多事情，还是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你每一次在跟我吵架的时候，跟我道歉的时候，你都说我会改的。其实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机会，其实我也是抱着一种你会改的心态来到这个节目。我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就是继续跟你走下去，然后再给你多一次机会，再让我就是考虑一下。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看好异国恋吗？其实我到现在都挺纠结啊，但是我还是决定再给他多一次机会，因为他私下跟我说，不是个罪人，你要给他什么机会啊？不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吗？别老高高在上的啊，这个还真有点过分了，对不对？谈恋爱是2个人互相给机会，凭什么你给人家机会啊？人家犯啥错了，姑娘？给我们一个机会。对，好了，接下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是来，请亮灯啊！小伙子，加油，好不好？会，如果真爱就加油，好吗？不会的。谢谢2位哈，请回，谢谢你们。
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女生气场好大啊！哎，这样的话就给你一个机会吧。爱情哪里是赏赐嘛，不就是彼此间的互相欣赏吗？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2年半了，他总是因为他所谓的工作对我若即若离的。毕业之后，我肯定是要以我的工作为主，开始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但是呢，我现在工作越忙，他越是想让我陪他，他也不是太能理解我。该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来指手画脚，对我特别的抠门。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陈，23岁，来自天津，自主创业；女嘉宾小斌，来自湖南，21岁，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你好，主持人。咋认识的？我们在大学里认识的。是大学同学呀，还是什么情况？她是我学妹，比我小了2届。哦，谈了多久了？2年半了。你先毕业了，对不对？啊，对。自主创业，那个自主创业创的是啥呀？我现在做的是跨境电商，就等于是在国外开这个网络店铺，跟海淘相反，我们是把这个国内的产品卖到国外去，还挺厉害的啊。为啥来呀？因为我们之间存在很多矛盾，然后我们也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吵大闹的啊。比如说，我是在酒吧驻唱兼职，然后呢，男方说实话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但是呢，他还要反对我的兼职工作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我去辞职。这话你可以直接说一点吗？我挣钱你不挣钱，你凭什么管我？不就这意思吗？对啊，你可以直接说，怎么回事兄弟？是这样，因为他现在在的那家酒吧工作环境不是太好，每天都要晚上12点多才要下班，然后客人也总是有一些酒鬼。不是哪个酒吧里面没酒鬼啊？不是只有酒鬼才去酒吧？就是他这边比较严重一些，像之前他在工作的那几个，就是要不就是西餐吧，或者就是一些静吧，然后不会像现在这一家酒吧问题那么多。这不是很正常吗？主持人，我跟您说一件事儿啊，就是有一次我在酒吧唱歌，然后有一个客人呢，出于对我的欣赏，就给我打了挺多小费，然后我就出于礼貌，我就得去给他敬杯酒，然后他们又给我打了小费，我就还是得给他敬酒，然后喝着喝着一不小心喝多了，然后我就赶紧给男朋友打电话说叫你来接我，然后呢，你来是来了，但是你的态度根本就没有理我酒吧老板还有员工不说，你明明认识他们，然后还气冲冲走向我，直接拉着我就去门口数落我。这也不能怪我，他当时就是跟客人喝的挺多的，我就赶紧给他拉出去了。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我没有去和你这个酒吧老板或者是你们酒吧同事去打招呼，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你身为酒吧老板，你首先你要保护你员工在酒吧工作的安全，你自己酒吧驻唱歌手让一帮醉鬼拉过去喝酒，你这老板是干什么的呢？我当时已经很给他留面子，我没有过去跟你们老板吵架，这已经算是很不错。当时我真的一直在忍。我理解啊，就是我要像你这么大岁数，我也这么处理，但是到我这个岁数，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我要是你，我去了以后啊，首先跟那位大哥得敬一杯，就说谢谢你老来听我女朋友的歌，我女朋友不能喝酒，我带她敬您一杯。你要给外人传递一个信号，我是在乎她的，我是爱她的，否则你这个行为传递的是另外一个信号。我明白，给别人可乘之机，知道吧？如果真爱，是关照自己的爱人，而不是在他很难受又喝多了酒，没有办法要应酬客人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去跟他发火，他心里多难受。我明白。建议一下啊，建议一下，我懂。当然您这想法是对的，我20多岁我也这样，你也得理解他，人家小，血气方刚。其实还有一件更加令人气愤的事情你说，那就是我有一天跟我小姐妹她们出去喝酒，我们去那种比较热闹的酒吧，然后我们红酒、洋酒、啤酒都喝了，然后我就顿时感觉我不太行，我就赶紧给她打电话，然后她就跟我说，不行，我工作太忙了，我来不了，
你这玩意儿你是惯犯啊！你这个不是，我是以为你工作没办法了，你非得喝在那个场合里面工作，你没办法了。哦，你是喝酒惯犯啊？不是，我真不是，老师。你没什么事儿，你跟朋友出去，就你们这些小女生，你们乱喝什么呀？还啤的、洋的、红的，你疯吧要？没有，老师，我解释一下啊，因为那天解释什么呀？一帮女孩子瞎喝酒。为啥不去啊？不怕出事儿啊？是这样，那天就是我工作太忙了，我那天就是已经忙了2个通宵都没合眼，然后就是饭都没顾上吃一口。他跟我说让我接，我实在是抽不开身，并且他朋友也在嘛。我说你既然你朋友也在，你起码你能安全回家啊。不能相信那些朋友，指不定一个个喝成什么样。是。对，咱别喝酒了，行吗，姑娘？行的，因为我平时其实也不怎么喝酒，但是。因为我喝酒的，我想的是我有男朋友，我男朋友可以来接我，然后我那些小姐妹也都有男朋友来接，但是他没有来接我。不是你们没事儿，你们小姐妹喝什么酒呢？我就没弄明白。因为平时学习啊什么，然后我驻唱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我们就去驻唱还没喝够，自己还在酒吧灌点儿，这可不好。现在我理解了啊！我一开始还批评呢，我现在可理解你了，是吧？你小姑娘家老喝什么酒？不要再喝酒了啊！行，还有什么委屈你说吧。就是我第2天醒来的时候，我一睁眼看手机，我男朋友都没有给我发过微信关心我一下。主要是这样，因为当时我工作真的已经忙到了不可开交了。我当时跟你说没说？我说的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告诉我一声，然后他说他到了，然后我就当时就忙着我的工作了嘛。你说你忙，但是你这些年你都忙啥了？你没有什么收益不说，据我所知你还赔了不少钱吧？你为什么做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法理解我，我整天因为工作，我怎么不理解你了？我现在新的项目，我整天因为工作我会忙到很晚很晚，每天基本上就是等我从电脑前一离开，我一看窗外都天亮。然后有一次是这样，主任老师，有一次啊是他跟我说让我去找他。那天我工作特别忙，我跟他说我忙完了的话我就去，结果当时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一解决的都天亮了，我就没去，然后他就跟我急了。你明明知道你来不了，那你为什么之前要答应我呢？我没有答应你，我告诉你，我说如果我忙完了我会去找你。你不是这么说的，你明明说的就是你一定会来的。你喜欢吃红烧鸡翅，我给你做了；你喜欢吃牛肉粉，牛肉给你炖好了，我还特意在网上给你买了鲜米粉。也有保质期的，你有想过这些东西我的辛苦怎么办吗？我又不是说以后就不去你那儿了，我忙完了，等我不忙的时候我再去吃呗，你冻冰箱里放2天呗。还放2天？我也都给倒了，我给狗吃都不给你吃。你看这没法聊这个。平常不加班的时候，偶尔出来的时候陪你的时候，好吗？也不怎么好。他虽然工作这么忙，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什么收入，然后呢，他连我20岁生日礼物都没有送过。在我们家那边，20岁的生日是比较重要的，我也跟他说过，但是他什么也没有送给过我。你20岁生日应该是2年前，那会儿是我刚刚开始创业，那会儿我已经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那会儿我的公司开在了一个就是产业园里，那里面整座楼没有暖气，然后呢冬天就得靠这个空调取暖，电费非常贵。我当时就为了省电费，连空调都不舍得开，带了好几件外套在自己公司里去缩着。当时是这样一个状态，并不是说是不送你礼物而怎么样，因为当时真的是非常困难。你有多困难呀？你有那几万块钱买设备的钱，难道你给我买一支玫瑰花的钱都没有吗？这个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我用来去创业，算上是我启动资金的问题，一个是给你送礼物的问题，这2个你不能混淆到一起。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他有点抠是吧？他真抠吗？还是像他说的是因为他困难啊？他在有钱的时候也特别抠，他不光对我抠，对我闺蜜也特别抠。对你闺蜜抠倒是对的，她要对你闺蜜不抠还出事儿了呢啊！你说她怎么对你闺蜜抠？就是有一次她发工资了，请我去吃饭，然后呢，我看我闺蜜就在附近，我就叫我闺蜜一起来热闹一下吧。好家伙，我们饭都没吃完了，还在谈笑风生了，她就突然来一句：“这饭咱们 AA 吧。”
这让我面子多挂不住呀。关键是这样的情况，我当时有了一点收入了，我挺高兴的，我请你去吃饭，咱俩去吃饭，你喊你闺蜜来干嘛呢？那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呢？人多不热闹一些吗？那是你觉得热闹，来一个电灯泡，蹭吃蹭喝，那叫什么事儿？他又不是没请过你吃饭，我请过他多少次呢？这不是一个道理啊！主持人，您看他每次都是这样，我说一句，他说很多句，弄得我没道理一样。是这个，当时闺蜜把钱给了吗？她跟她闺蜜都给我，但是回去跟我非常不高兴，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她的钱你也收了？她当时也在跟我赌气嘛，就把这钱也非得要给我啊。你知道我闺蜜在背后怎么说你的吗？她能说我什么？不是为了挑拨我们关系，而是因为你是真的非常伤人，她还为你哭过鼻子，你知道吗？他跟我也不是他为我哭，别哭哪，我惹他了，我招他了。你当然招他了。我学舌的话可能没啥用。主持人，我这儿有一段我闺蜜跟我发的语音。不，等，你闺蜜不会是爱上你男朋友了吧？不可能。那怎么会为一个男人哭呢？因为他做事真的特别伤人。听录音，很好奇啊。就这男的，你赶紧跟他分手啊！现在就谈着恋爱哦，就那么计较，小心眼。你说你们以后还过不过日子了？而且还有啊，他又不跟我们住一起，他管那么多干什么呀？他又不住这儿，又不掏钱的，还搁那算计着我们怎么交电费、交水费的，真是无语了这个人。还有啊，搬家也是，我作为你的朋友，这搬家就搬你东西，搬我东西要死的说自己腿痛。还有啊，每次说要来找你，还让你给他买酒，还给他叫车，干啥呢？请大爷来做客了。你说谈恋爱就这个样子，你结婚以后怎么办呀？那不天天给你算计，那孩子尿不湿啊、奶粉那不还得 AA 呀？真是。首先啊，我先声明，第一点，他说什么水费电费，主任老师是这样一个情况，她跟她的闺蜜合租，但是她闺蜜还带着一个室友，等于是3个人。你说我说你点啥好？我这是为你好，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好吗？他们2个人花一份钱，你一个人花一份钱，有，对吧？我是为你好，你知道点好歹吗？关键这个问题，我替你鸣不平，你现在你们俩反倒往一块说我来。但是我跟我闺蜜是好朋友，合租在一起的，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这样算计我们，你这让我跟他关系怎么处呀？那没事，那您爱咋地。我呢，以后这种事儿我不管了，好吧？这是我的错。第2个问题是我搬家的问题，我说清楚，搬家的事儿，你的东西我搬，他的东西你敢说我没搬吗？你拍着良心说你敢说我没搬吗？40斤狗粮我一个人从那边扛下来，我就给扛上去，是不是他的东西？他多少东西我在这搬？你不是不知道我腿上有伤，现在你跟他一块过来说我来。我知道是知道，而且当时我也表示了关心你，但是你就不知道在我闺蜜面前表示一下你有多难受。你告诉一下他，你就不让他多想。我告诉他，他听吗？我不是不知道他在楼下说了什么，那天搬家，他听吗？他不听。如果你告诉他的话，他也不至于在楼底下吹着冷风在那掉眼泪。我后来告诉了吗？他还觉得他多委屈。没错，他是你的朋友，我帮他，我确实应该帮，但是你不能拿这件事当做来道德绑架我的一个说辞吧？行，第3件事。第3件事，大爷怎么回事？是这样，是我去他那儿啊，每次就是去的时候很晚，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楼下有小卖部，你帮我买瓶啤酒，我再泡个面，然后因为我肯定是工作在家也没吃饭，然后吃完饭跟你聊会儿天，然后我再回家继续忙工作去。我让你帮我买个酒，买个方便面，我又不是不给你钱，我一天没吃饭，我就为了找你聊天聊那2-3个小时，我自己再回家，我图啥我？还有别的吗，丫头？还有的，还有。他虽然对我跟我闺蜜那么抠门，但是呢，他对别的女人又特别大方。就有一天我去找他，我无意中听见他在跟一个女人打电话，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我就想着打完电话我再问他是谁吧。谁知道这一等就是2-3个小时。等他挂完电话，我就问谁呀？他说朋友怎么了？然后我赶紧把他手机夺过来，我去翻他跟那个女的聊天记录。好家伙，前后一共转了有7万多块钱。首先，第一，我声明一点，这个女的真的是个朋友，或者是连朋友都算不上吧，仅仅是一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朋友有必要打电话打这么久，转钱转那么多吗？
我当时不是没跟你说过，这笔钱当时是他自己拉起的一个投资项目，他在山东要做一个半导体的加工厂。然后呢，我说我手里还有点钱呢，我就跟你投一下吧，因为这个女的也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呢，我就跟她合作那么一回。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也是因为就是真的是有事儿，真的是那边出了一些情况。然后给我打过来了，然后呢，这种情况不止1天2天。是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能跟他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吗？我要有投资协议吗？有，都有，包括聊天记录都有。我也不是没给他看过。据我所知，你在这投资项目里面有不少的钱是帮助他，美其名曰帮助他的。帮助是后来的事儿，是因为最后啊，他那边出了点问题，然后差了我个20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说，既然你难，我也就当帮你把这钱我也就不要了，仅仅是这样。你说2500块这样就算了是吗？就不说250块的礼物了，他25块钱的礼物都没有送给过我。关键是我既然跟你在一起，我想的不是说跟你1天2天、1年2年，我肯定是想是给你以后的一个生活。我也可以现在我把所有钱都花给你，我都没有问题。我为的是以后的生活。你们俩今天来的目的是要干嘛呀？化解矛盾。这还有必要化解吗？我对他还是有信心的。啥信心啊？我觉得他也许还会。我都没信心了，你知道吧？这我听得我都寒了。就是我看不到你对一个人的这种好。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反正这个爱情我越嗅越不对啊！我不知道老师们什么感受。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说一下我们这位那个男士吧，勤俭是好的，对，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点在于说，节约和抠是2回事儿，对自己省叫节约，对别人省那叫抠。但凡100个男生，估计有99个男生做不出说一起吃饭的时候让你女朋友的闺蜜去 AA。多个人多双筷子嘛，这体现一个男人的格局和对自己女朋友的一个尊重。你有没有把他的朋友当做过你的朋友？我们接受另一半的时候是接受他的全部的，包括他的朋友圈、他的家人，对吧？对。如果做不到这点，你是愧对他的。这是第一。第二，凡是2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女方也没有要求你送她多么贵重的礼物，但你必须有送的这个动作，没有，你对她的这种关注度、给予度是不够的。我们经常听到我还是很在乎她的，我很想跟她在一起，未来我们会怎么样？因为是这样，老师，你知道吧？你没有实际行动，他只看到了我身上的不好。他为什么能看到你身上的不好？是因为你身上确实不好嘛？对，我承认，对吧？如果你身上没有这些缺点，他能看得到吗？他不是臆想出来的，孩子，对，是不是？对，这是一个。那我们来看女士，不要过于卑微。你们恋爱关系是平等的。不好咱换一个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不要过度的依赖他，什么喝完酒，当然喝酒是不对的啊，以后别老当他是代驾，这也不好，好吧？好的，我说完了，谢谢周老师。谢谢老师。表面上看男方比较计较钱，但实际上2个人都比较计较钱。男方问题比较多，我们后边讲。女方在谈话当中3番2次提到她创业没有钱。我们就单从这一件事情角度来讲，刚开始创业不赚钱，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应该作为这样一个伴侣的关系，去用这样的方式，你没有钱又能怎么样，用这样的方式攻击他、否定他。作为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应该给到他最艰难的时候一些支持、温暖、鼓励，好不好？要用心去计量，而不是用钱那个数字来去算。当然，在整体上来讲，你的要求不过分，过个生日要个小礼物是很正常的。那反过来讲，说男生，在你的序位里面，我觉得这个序位出了问题。就是你把自己的工作和创业放在了首位，女朋友放在次要的位置，而且这种差距差得太多了。你不能平衡这样的关系，最终你们的感情就这样出了问题，对不对？你没有算好这笔账。第二，
人是很难赚到自己认知之外的钱。如果你的格局不够，你的这种人际关系都处理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么你也很难发挥你的影响力，去在创业当中体现你的价值。因为做事要先做人，你的女朋友你都搞不定，女朋友的闺蜜都搞不定，我很难相信你能搞定你的合作伙伴。即使是表面不错，那也是一些利害的关系，但是长久下来很难能够看到你能跟他们处理很好的关系，即使很好的话，也仅仅是利益的关系。所以你要想好，女朋友到底在你的心目当中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在你心目当中她差距那么大，有可能你就大根不是那么的爱她，那么说再见，说分手，不要这么吊着人家，让人家不知所措，好吧？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谢谢于老师。谢谢老师。哎呀，这个女生啊，真的是个傻姑娘，你还笑？刚才于老师跟男生说，如果你心里没有那么喜欢，请你转身走。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说给你听啊。你觉得他心中对你有爱？你觉得他够重视你吗？他为什么会把钱给一个女生7万块，投资也好，帮助也罢，能给那个女生一打电话打2、3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女生有价值啊，她期待这个投资会有回报，她在你身上没有期待，她并不想在你身上投资时间，也不想在你身上投资精力，不想在你身上投资她的真心，更别说在你身上投资金钱。她给了你什么？她如果没钱，可以啊，花时间陪你；她如果时间也没有，可以啊，她在和你难能可贵的相聚的时候尊重你。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喝醉的时候，她来接你，他就得来接，因为他平常陪你太少了。但是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他也没有付出啊。所以你在他心中有多少的位置，你不清楚吗？你在傻傻等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看清楚，就是有时候不是说他说什么，而真的是要看他做什么。来找你聊天，你给他买好酒啊，这是爱吗？20岁生日没有礼物，不是说我们过生日一定要礼物。但是难道不应该吗？是，这是男生应该表达一下爱我的这种心意什么的。对呀，你自己也知道，他都没有表达是为什么？你想想这背后，他忙是理由吗？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好好想一想，大好的青春年华是不是应该放在他身上，信任这样一个我看起来不太重视你的男人。男生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啊，他就是你工作忙了闲余的一份调剂而已。其实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其实我要说的，我之所以现在这么拼，这么去忙，其实还是为了他。你得了吧，你为了他，你是为了实现你心中的价值和追求而已。我聊过很多次，还是你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啊！我觉得人可以有格局大和小，不是所有人都大格局的，但是格局小也可以有真情谊啊。你格局小也应该在和她以及闺蜜吃饭的时候，愿意去更多的付出，为了她高兴。你就不能为了她的喜欢而去稍作调整，成全她的喜欢吗？其实我这样说吧，我并不是拿她当做一个女朋友还是怎么样，而是拿她当做一个家人。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就是一个家人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我跟她聊过这个问题，她理解不了，她跟我说她需要浪漫。你有没有把她当成家人？你不用说，我还是那句话，姑娘。不要听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啊！真正的家人是这样，你爸对你妈是这样吗？不是，所以你不要给自己扣那么大的帽子。这个阶段没心思谈恋爱，或者这个姑娘没有点燃你的激情，那咱就好好去工作，对吧？你爱没黑没白的，不吃不喝的，那是你的事儿，对吧？你不要拖着一个单纯的小姑娘，拿这个忙来搪塞人家，你好好忙事业吧。谢谢。谢谢杨老师，你真是想把她当成家人一样对待，是吧？你这不是用家人来表达我对他的爱，而是说用家人这个名词来套住他。我在外头，我没有时间陪你，都是为了你。我转那7万块钱，我不告诉你，我也是为了你。所有的理由都可以说是我是为你好，包括你在醉酒的时候和客人发生矛盾，是为他吗？是。为什么同样也是喝酒之后让你打电话，你却不来接呢？只不过你觉得他是安全的，是吗？面上是你是为他着想，实际呢，你在为自己的感受着想。对，如果他说我还是跟客人喝酒，我不行了，你还得过来，因为你怕自己的所谓带引号的家人受到伤害，而最终伤害的是你自己。我们俩在一起，如果我们真像各位老师说那么多的问题，也不可能坚持2年半。
你想说明什么？你并没有错，对不对？我不敢说我没有错，但是我会正视我自己的错误。当然，我也会说他。请你拿出行动来正视，而不是通过你的嘴。我尝试过改变，我尝试过很多次，但是结果只会更适得其反。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你看看自己做了些什么吧。你哪有精力，哪有这个心去向一个女孩去多关注她呢？当一个女人在计较我的生日的时候，你是不是给了我玫瑰花？我生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记住的时候，可见她的那个男朋友或者是爱人已经忽略她很久很久。要关怀的女人是最可怜的，那悲哀的是那个男人。如果你还是没有正视自己的问题的话，他一定会离开的。女生啊，你可能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你会喝酒，或者你喜欢喝酒，因为你没有可喜欢的人去依靠。你的那份情感的投入，你不能投他身上，因为你接不住啊，他总是不在你身边呀，他心里没有你啊，所以你只能找闺蜜嘛，然后用酒来麻醉自己。但酒是最让人短视的一种行为，你不能借酒来弥补自己和他之间的空虚。你要真是内心是空虚的，跟他在一起，有他没他是一个样，有他会更痛苦的话，离开他，就这样。谢谢老师。我问你几个问题吧。你是不是现在忽视了你女朋友的感情和感受？你有没有忽视？有。那为什么不承认呢？较什么劲呢？彼此没有理解和尊重，谈什么爱啊？在这段情感当中，双方没有理解彼此，在这段情感当中，双方只在用自己的方式想跟对方谈一场恋爱。男生，你不要再拿创业为借口，不要再拿给他未来美好的生活为借口，去冷落他、忽视他。请你关注现在，关注当下。好吗？谢谢两位，一起进入真情60秒。跟你在一起2年半了，我真的非常珍惜这段感情。但是你最近对我的态度，对我的所作所为，真的让我越来越失去了对这段感情的信心。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会不会对我多一些在乎呢？你也知道2年半是这样，之前2年一直都很好，自从这半年我一直就是直线的下落吧。无论是生活经济还是怎么样也好，确实是让我可能是压力更大一些，还是怎样的。咱们2个都有自己身上的问题，我承认我也没有理解你，你同样你也在用你的方式来去回答我一些事情，所以也让我感觉很累。但是怎么说呢，既然是咱们都很珍惜这份从校园开始的感情吧，我希望那以后我也会改正。谢谢两位啊，请回。来，请关门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你就像是我就提醒你一句，小伙子，要爱就好好爱，买卖那事儿你自己掂对啊，是不是有那么忙？祝你们幸福。来，接下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各位请见证。我相信你一定会改变自己的。是，会的。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嘛，我还会做回之前的自己。最近这一段可能是迷失了自我，总是自己跟自己钻牛角尖吧，还是会回到之前的样子吧。行，那我相信你。谢谢老师们，谢谢两位，请回，谢谢，请回。有网友提问说，我和老公呢结婚2年多了，他现在全心全意忙在工作上，每天很晚才回家，我就负责料理家务带孩子。他虽然每个月都把工资上交，可是时间久了，我觉得快和社会脱节了，自己也没有赚钱的能力，对未来呢也充满了担心。
我跟他提出请个保姆带孩子，我出去工作，他也不同意。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利用无法出门的这段时间呢，赶快充实自己，看书或者上网课都可以。现在信息如此发达，不存在和社会彻底脱轨。所以呢，利用这段时间充实完自己之后，在孩子步入幼儿园之后，尽快出门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再一次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同时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